张凌赫、宋威龙内娱双子星之争，隔壁都告上法庭了，这边还在拉郎配，真就是粉圈和颜狗的区别。事儿的起因也挺简单，就是最近 Gucci 给宋威龙和张凌赫拍的宣传照，造型、姿势都太像了，网友都在调侃为内娱大家来找茬。然后两边粉丝就吵起来了，越吵越凶，从比造型到互相刷屏，图广场用各种难听的话互骂，闹得特别大。最后宋威龙这边直接走法律途径了，发了律师声明，明确告这两个带头恶意攻击的粉丝已经取证了，要求删言论，还说会追究责任。讲真啊，内娱这两位95后颜霸，如果不是粉丝拿着放大镜对比，对于我们这种颜粉姐姐来讲都没差别的，都是85分帅哥啦。一个185，一个190，都是宽肩窄腰，高大俊朗。既然都在娱乐圈混，年龄相仿，资源重合在所难免，不对比才怪。这两个人的脸放在一起看，其实特别有意思。很多人说他们都是浓颜系长相，但其实他们代表了内娱两种完全不同的帅，一个是精致型骨相，一个是张力型轮廓。宋威龙是典型的大五官，浓颜系长相，视觉冲击力更强，眉骨、鼻骨以及下颌骨都非常清晰立体，面部折叠度高，颧骨属于收敛型，正面看平整且不外扩，侧面又很好的突出了轮廓感，再结合略方的下巴，整体既有英气，又保留了一点少年感。细看五官，宋威龙的眼睛是标准桃花眼，眼尾微微上扬，配合浓密睫毛和深邃眼窝，眼神自带故事感与慵懒气息，嘴唇偏薄，嘴角自然下垂时略带疏离感，但一旦微笑，卧蚕的饱满和鼻头的微翘又会瞬间增添几分撩人氛围。身材方面，185的身高搭配接近1:1.618的黄金头肩比，天生模特底子，他几乎不需要额外氛围加持，光是站在那里就是一张完成度极高的画报。影视形象上，下一站是幸福的原宋让他拿下国民年下男友标签，以家人之名的凌霄进一步加深了大众认知。2026年与赵静曼主演的《骄阳似我》更是实现逆风翻盘，成为现偶剧标杆之一，并发行至190多个国家，让这张脸真正走向国际视野。唯一的问题当然也是大五官，硬朗长相的通病，在某些妆造或角度下容易显出一丝钝感，精致度会被削弱。比如他早期凤求凰里的容脂就明显有点吃妆造，放到如今偏爱精致清秀审美的古偶环境里，宋威龙这种棱角分明的脸反而有点不占优势，甚至一度显得无用武之地。而张凌赫则是典型的淡颜系清冷风，他整体骨骼感偏柔和，脸型窄长，线条流畅，颧骨与下颌过渡自然，没有明显攻击性，再加上白皙肤色和均匀饱满的面部软组织，给人一种非常干净清爽的观感。190厘米的身高赋予他极强的身形优势，站在人群中很容易形成视觉压制。影视表现上，苍兰诀的长恒仙君让他成为不少观众心中的白月光，宁安如梦的谢薇则展现了更复杂的气质层次，而2026年热播作品也进一步强化了他的古装优势，让他的古偶颜值逐渐被封神，成为这一赛道的新标杆。不过他的一个小问题在于，大表情时略显吃力，动态下五官的协调性和肌肉走向影响了稳定性。说到底，两个人不是谁更帅的问题，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审美路径，一个是冲击力极强，接近标准答案的浓颜模板，一个是干净克制，越看越顺的清冷系代表，而且颜值优点偏向性也不一样，一个现代装更帅，一个古装更优。至于你更吃哪一款，就真的见仁见智了。